上一集我们有说到了什么是跳空的现象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市场上的投资者在结束交易后，心中还有一股没办法解放的一团火，而心中的价格又不断在改变。当开市的时候，愿意用更高或更低的价格交易，这就导致了跳空的情况。但是跳空并不一定就是当时市场大好或恐慌，伴随着跳空的情况，其实还有回补的现象。那跳空回补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如何利用跳空回补的信号呢？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。跳空回补主要有两种情况，跳空上涨回补和跳空下跌回补。首先是这种情况，在连续2个交易日之间，当天的开盘价高于前一根 K 线的收盘价，然后在后续的交易中，股价下跌并填补了之前跳空的价格区域，这种情况被称之为跳空上涨回补。接下来就是连续2个交易日之间，当天的开盘价低于前一根 K 线的收盘价，然后在后续的交易日中，股价上涨并填补了跳空的价格区域，这种情况被称之为跳空下跌回补。之前我们就有说到了，跳空其实就是市场在收盘过后，投资者心中的价格出现了变化，愿意用更高或更低的价格交易，所以导致了跳空情况。但是随后的价格回补了之前的跳空，市场的兴奋情绪回落下来，其实也意味着当时的跳空价格没有多大的杀伤力，所以回补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市场短暂的情绪变化。试想看，一个空地遭到被拍卖，拍卖价是100万，市场原价200万，当被人拍到130万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一位大佬觉得该地皮非常值钱，直接出价300万买下来。过了几个星期后，你看回该地附近交易价格从市价的200万跌到150万左右，那你还会相信那区的地皮真的值300万吗？就好像这只谷歌股票，前一天这里收盘，随后公司公布财报，成绩超过了市场的预期，随后隔天这里跳空高开，当天还上涨了 7.52%， 照理来说应该是市场大好才对，但是随后几天的时间，股价不断往下跌，之前的上涨完全补了回去。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跟着入场的话，接下来下跌就等着你。虽然跳空回补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，但在跳空上涨的情况下，前一天的 K 线实际上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潜在的支撑位，因为该价格成为了跳空上涨基点。当价格上涨并回补跳空的区域时，因为这可能会出现一些交易者对此价格区域感兴趣，可能会吸引买方进入市场，这就对该区股价产生一定的支撑作用。根据这种回补的思路，在某种情况下，跳空也算是一种阻力和支撑。比如这个，如果我们在一些比较大的跳空，在前一个收盘的 K 线设定一个支撑，如果股价跌破了支撑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是否要改变策略，是继续持有还是尽快跑路。前一根 K 线可以是收盘价，也可以是上影线，这些都可以自行选择。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好用。谷歌在2020年3月反弹的时候，路过一些比较大的跳空设立一个线，可以当做一个简单的支撑，而这些支撑可以像台阶那样一步一步把股价往上推。就算有短期价格下跌，如果支撑不被跌破，那就不需要太过于担心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支撑跌不破，加上出现了反转的信号，如果你之前找不到机会买货，这里就是很好的补仓机会。所以跳空情况出现的时候，有没有回补就显得格外重要，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管用。但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一些比较低交易量的市场，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小米，随便一拉就是一堆的跳空，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少碰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跳空回补其实有很多种原因，比如市场曾经一度很嗨，人们对某一件事或消息怀有过度的反应，把股价炒得有点过多。等了一段的时间，市场开始恢复了理性，重新评估情况，最后回归到正常平衡状态，所以跳空回补会经常发生。如果我们随便打开一些过度跳空的股票，会发现有些跳空过后没多久，价格都会恢复正常。而在一些冷门的公司，随便一位大佬买一个股票，立刻跳空高开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回不回补就要看大佬们的心情。之前说到了一些比较大的跳空，也是一个简单的支撑阻力。那我们是否也能画出一个上升趋势或下跌趋势线呢？我们又应该怎么判断有效呢？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趋势线，可以点击这里，你会了解更多。如果你对这类影片有兴趣，欢迎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